我在日本已经生活10年，最近1-2年应该是我经历的日本人生活难度变大最明显的时期。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或者是工薪阶层，在考虑接下来移居日本，我相信你当然已经知道了很多日本生活适合你的地方，但是我也希望你能看完这期影片，了解日本最近这些对于普通人生活不利的变化，会对你的决策有很大的作用。上个季度的日本经济数据已经更新，如同预期的 GDP 是负增长，个人消费和住房消费2项重要数据也是零增长，这是在日本有明显通胀的情况下发生的。考虑到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幅度之大，可见日本居民的消费能力实际上仍在降低。其实过去几十年，日本人的收入数据和消费能力确实是在降低的，收入不均也是在扩大，累积起来现在已经比曾经差了很多。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不是短期现象，日本的底层经济暂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不用幻想几年10几年之后有所转折。宏观上看，中期中下层的日本居民生活会一直变得更加艰难。尽管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中，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经超过了 15%， 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比较高的，但是肯定还会继续增加。当然微观个人收入的话，正常来说应该是逐渐提升的。最近这一波日本人生活难度的加大，我现在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长期的核心因素是日本的社会保障压力和公共财政压力依然很大，税费必然会继续提升。如果说退休之后开出租车继续挣钱是代表了这个时代日本劳动人民的悲歌的话，那么将来还会比现在更加艰难，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是在应对老龄化，接下来就要应对高龄老龄化了。7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到了这个年龄可就很难开出租车了，他们的生计都会由公共财政，也就是由你我的税费来承担。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年金和各种医疗保险的费用本来就一直都在涨。别看日本的税率好像是发达国家中比较低的，但是日本的隐形税问题非常严重。前几年刚开始民众大量表达对此不满时，疫情发生帮着糊弄过去了而已。以年收入1000万日元为例的话，现在这个收入的打工人，健康保险和后生年金要交140万到160万，自营业的话，介护保险大约要交110万。而2000年时大约只要交60万左右。以前1980对比2020的视频中我也说过，日本的这些隐形税是循环涨，医疗类已经又有12、13年没有动过了，预计又该介护保险涨 2% 左右的时候了。这些都只是从个人方向看，从实际收取来看的话，因为公司和个人各负担一半，后生年金和健康保险实际上的收缴额度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翻倍。那虽然是故意设计成了绕了一下不好算清楚，不过日本法律是规定了实际比例必须要公布的，所以不用卖关子，这些隐形税现在大概会占收入的 30%。 其次，缴纳税费的对象也是扩大的趋势，这一点可以从抚养抵税上看出来。我刚来日本的时候，规定是如果亲人的年收入低于130万就可以作为抵税的抚养对象，现在已经改成了如果他在员工人数超过51人的企业，并且每周工作时间超过20个小时，并且年收入超过了160万日元的话，那么就视为有工作能力，而不可以作为抚养抵税对象。现在正在讨论的是直接改成每周劳动时长超过了20个小时就视为在工作，其实都是在减少能够申请抵税的人口数量。当然这个改变也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同时扩大了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对于非正式雇佣形式的劳动者而言是增加了新的保障。那这也是当代发达国家的常态，中产一直在增加交税的额度给底层兜底。与2000年左右的数据相比，现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大约提升了 90%， 而日本的平均家庭收入和东京正社员收入中位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是下降了 15% 左右。可是日本之前是个通缩国家呀，而且 GDP 的变化速度也不快，那么差额去了哪里呢？你猜呀？总之，因为社会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日本年轻人的生活起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可以从被父母抚养的中年人的数量看出，40岁左右依然住在父母家中的日本人口数量，1990年大约是100万，2000年有150多万，2023年已经超过了300万。另一个明显趋势是一人工作家庭的减少和夫妻共同工作家庭的增加。这个身边统计很明显，但是我没有找到官方或者大机构数据，所以这个视频就不说了，等我找到了再在以后的视频中说吧。第二个日本人生活变困难的明显原因是接下来1-2年的加息预期，这个从2024年开始就是明牌的了，日本必须要大幅加息。
到发视频为止已经加过2-3次了，大家也看到了对生活水平打击的威力。但是现在的通胀水平和日元水平依然严峻，预期1年之内至少还有2次加息，1年之后依然会是加息的趋势，这一点日银也明说了。现在没有动，无非是暂时不赶进美国的利息调整周期罢了。由于日本一直以来利率极低，大部分贷款购房者都是签的浮动利率协议，签署时能够做到低于 0.5% 的年利率。但是如同协议的名字，基准利率调整的话，这种贷款的利率也会跟着调整。这一段时间的加息带来的突然生活压力的上升，自然要贷款者自己承担。但是要知道，2022年日本经济整体的住房贷款余额就已经超过了200万亿日元，比泡沫经济时期还增加了 3.5 倍。即使最近几年有外国炒房客顶风接盘缓解了压力，宏观上日本政府仍然不可能放任这么大的风险被少数人硬撑，肯定会有一部分被稀释给全民。而且这几年房价上升之后，贷款7-8倍的年收入才能买房成为了常态。虽然数据还没有更新，但是我真不觉得现在的住房贷款余额会比2023年小。加息的另一个不利影响是，正常来说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利率上涨导致还贷压力增加，供需关系使得房价下降，这也是我认为必须全民稀释一部分压力的原因。虽然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过去的购房者贷款数额大多都不是很极限，但是浮动利率购房者终究是要承担房产价格的下降和每个月还贷额度的上升2个压力，这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会是灭顶之灾，只能稍微托底，让他们将来的生活虽然变得更加艰难，但是不至于活不下去。毕竟日本普通居民现在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临界的。1995年厚生劳动省的民调中，认为生活非常艰难的人口比例是 13% 左右，比较艰难 30%， 普通 52%。而2023年厚生劳动省再次调查中，认为生活非常艰难的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了 27%， 比较艰难则有 33%， 感觉普通只剩 36% 了。那么按照日本收入的定义，已经有不小比例的中产阶级感到生活艰难了，实在是很难让他们去独自承担这么大一笔负资产。毕竟日本整体收入预期的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日本以前特别的年功序列，有很多机构都会选用40到44岁的平均工资作为衡量日本收入水平的指标，而这个数字1997年是645万，2021年已经降到了584万日元。既然说了加息，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比较明显了，是的，就是通货膨胀。日本这一轮明显的通膨大约是从2022年开始的，导火索是日元贬值和国际局势引发的原材料价格上升。现在随着大米等基础生活物资的大幅涨价，即使日元升值之后价格回落，也不会回到原来那么低了吧。但是要注意的是，过去几十年日本虽然困于通缩，但是长期来看，劳动力不足导致的人工成本上涨，会导致日本从某一刻开始不可回头的转变为温和通胀社会。当然，日本的劳工压力已经不小了，这方面没有太多稀释通胀的余地，所以工资涨幅应该不至于比通胀低太多。但是困难的是老年群体，他们主要的收入是养老金，大部分资产是银行存款，通胀会是直接打击。比如2024年日本公布的通胀率是 3% 左右，存款利率是 0.2% 左右，以银行存款为主要财产的老人每年都要承受损失。要等到日本加息到活期存款利率 2% 那天的话，那可真的是不容易啊。虽然真的发生的话，说明日本的经济非常健康且发展，但是10年之内如果涨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不知道得有多少贷款买房的人出现在末班车的轨道上了。最后一个我最近比较在乎的，可能是日本人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是非正规雇佣形式又死灰复燃了。虽然当代日本在劳动相关方面的政策立场是明显偏左的，几乎每次改制都是明显的更有利于普通劳动者，但是社会底层构造就是现在这样，很多地方是永远不会改的。日本的社保压力也不允许真的让中下层劳动者降低工时，只能尽力优化配置，使得有能力的打工人有更多机会变现而已。现在大家更多讨论的是日本新毕业生工资又涨了多少，这是事实。但是日本的很多公司也绝不是真的有创造价值的余力，本质上还是靠提供劳动平台，从员工的成果中分成的居多。随着这2年加薪压力的加大，虽然社会整体的加薪幅度只有不到 5%， 但是对于很多公
公司已经不可承受了。事实上，整体来看，日本公司的最大成本就是用工成本。于是日本的倒闭企业数这2年也是连续破纪录。那么明明承受不住加薪，但是还没有倒闭的这些公司是怎么过来的呢？我想这就是日本非正式雇佣形式又死灰复燃的原因。毕竟2023年的统计中，正社员的平均基础工资是 33.6 万日元，而非正式员工则只有 22.7 万日元。而且非本公司的正式员工可以避开前面提到的高额隐形税。2024年预估25到54岁的劳动人口，现在又有 25% 到 35% 处于并非与实际服务的公司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状态了。其实我真不觉得日本这2年整体的劳动环境在变好，反而是相反的意见。这次跳槽我看到的岗位，相比上次跳槽，感觉是明显公司压低了同岗位的时薪。以前我根本不会看视同加班超过20个小时的岗位，但是这次如你们所见，我也不得不签了视同加班45小时的协议，因为几乎所有的岗位都有。不得不安慰自己说 OpenWork 上面的1000条数据显示，该公司实际加班时长只有10个小时。同样的，有经验劳动者的薪资也在降低。最近听到一个摩根士丹利的资产管理岗位只开1000万日元年薪，这放在我上次跳槽时简直是不可思议，已经可以说是侮辱性的工资提议了。但是学长学姐们表示，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基本是想到哪说到哪，所以有点乱。那么这些个原因，应该加息是一个短期情况，非正式员工这个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短期、中期、长期都有可能吧。另外2条肯定是长期趋势，我们只要在日本生活就得继续吃的那种底 buff。当然也有一些对我等中产或者是工薪阶层有利的变化趋势，比如最近新开始实施的几个劳动相关的法律都很有利于劳动者，整体房租下降的趋势，新出现的一些有利于高收入工薪阶层的社会福利和税务减免，这些长期还有可预见的东京极少数核心区域的地价持续上升，人口不足带来的工资上升，这个时代的工薪中产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次大的选择错误就会很难翻身。所以预计要做中产或者工薪阶层的话，是否真的要选择日本移居，请综合考虑。这个影片补充了一些别人不说的信息，是希望有这个想法的人考虑清楚，不要一时脑热就被忽悠来了，也不值得被我一盆冷水就觉得日本生活很惨，至少我自己还没有换一个国家呢，对吧？正如我在移居海外不是逃避的视频中所说，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目的地的生活以及对自己负责的精神。须知如果你说被别人坑来了日本，等你后悔的时候，我固然会说复仇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那时忽悠你的人可能早就不知所踪了。而且复仇和对自己负责是2件事，无论你道心是否通达，接下来的生活都是要自己负责。这里是花散里，都看到这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和硬币呀！我们下期再见。